为何说日本是知小节而无大义的国家呢？我国驻日大使馆给出证据，一旦日本选择排海，30天内将危害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日本是中国的老邻居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大家都对这个老邻居关注度很高。平日里有些人总会在互联网上赞美日本人懂礼貌、非常客气之类等等。但在我看来，日本是一个知小节而无大义的国家。为什么如此评价呢？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揭示一个真实的日本。据媒体报道，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，我国驻日大使馆再次发表讲话。有检测结果显示，福岛核电站附近捕获的鱼类体内所含的放射性元素铯超标，已经超过日本标准的180倍。大家可能对铯这个元素不太了解，它是一种放射性的元素，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如果辐射比较高，可能会引起一些急性反应，严重的会引发器官癌变，以及影响小孩的身体发育。那么超过标准180倍是什么概念呢？毫无疑问，这将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。要知道，福岛核污水含有60多种放射性元素，很多核元素目前并没有技术处理，所以一旦福岛核污染水排泄到海中，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预计核废水排海的时间将持续30年，57天内将扩散至半个太平洋，10年将扩散至全球的海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以日本和我国的距离，一旦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开始，可能30天内就将危害我国海域的海洋环境。而我国的海域被核污染水腐蚀以后，未来在这些海域生长的鱼类都将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。为了我国的渔业还能发展吗？这些海鱼还能吃吗？我国沿海城市居民的健康会不会受到影响呢？想想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。那么再把话说回来，为什么日本政府明知道各国都在抗议这件事，但他们仍然执意要将福岛核废水排海呢？一般来讲，处理核污染水以及核废料，国际上的惯例是3种方式。第一就是将废水排海，第二就是将核废料以及核污染水经过处理以后装在一个大罐子里，然后深埋地下。第三种呢，是将装有核废料的金属罐投入指定海域4000米以下的海底。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选择将废水排入海呢？很简单，因为福岛的核废水太多了，如果采用后面2种方式，日本政府可能要多出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经费开支，而选择把这些废水排入海中，总花费不会超过100亿人民币。所以从经济层面来看，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宁愿顶着压力也要选择废水排海了吧？这就是典型的不想出这个钱，所以宁愿让全世界人民一起去买单。这样的政府就算平时懂礼节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开头我说的日本是一个知小节而无大义的国家呢？奉劝日本政府能够迷途知返，把核污染水排海的计划收回，不要再祸害更多的人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